到你，却又惊雷起。长夜落日山河灼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们家可是正正经经的生意人，从没干过什么犯法的事儿。小玉，啊，启望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众位大人，这就是卓旗严氏，还不给大人见礼？啊，众位大人切身有礼。罢了，春香死在通衢客栈的房间内了。什么？春香死在客栈的房间里？是啊，今天上午你走了以后，衙门来人将我唤去，先叫我认尸，我一看之下，吓得我差点晕了过去。死的是一男一女，女的就是春香，男的是几个月前店里雇的伙计田六，二人赤身露体啊。我早就说过，那春香不是个安分的人，整天在外面勾三搭四。后来，他们对我严加查问，问我春香手里的钥匙是从哪儿来的。怎么了？衙门还问了什么？回头我再详细告诉你。几位大人要勘察春香的房间啊？几位大人请。啊，请。大人，这就是春香的房间。盐。哦，须臾城中食盐如此匮乏，想不到你们家中倒是富裕的很呐！连丫鬟手中都藏有价值千钱的食盐。大人有所不知，这个春香平日极不安分，在外面勾三搭四的，很有些相好的。这盐背不出是哪个盐贩子送给他的，与我们夫妻无关呐。哦，是这样。这柜子的钥匙在二位手中吗？没有，这是春香的柜子，我怎么会有钥匙？不瞒大人说，就是这间屋子，平常我们也很少进来。哦，来人，在，把刀给我。大人，
啊？哦，好家伙，不算金银首饰和那些铜钱，仅是这几只元宝，怕就有70、80两吧。这元宝是20两一只的，这里面有6、7只，该有100两之多呀。一个小小的丫鬟，竟攒有价值数百两的金银器物，这不会是从你家偷来的吧？回大人，就是小人家里也没有这么多的金银财物啊。哦，这就更奇怪了。主人还没有下人富裕，那么他为什么要在这里伺候你们呢？啊，这有点说不过去吧？哎呀，大人，这些钱确实不是我们给的。你想想，我们小本经营哪来这许多银两啊？还不知道春香是从哪儿弄来的呢。以切身看，绝不是什么好来路。哦，看来这个春香还真是神通广大，财路众多呀！啊，有人送盐，有人送钱，还有人送金银，真说得上是财源滚滚呐！啊，好了，将证物收起，回衙。是，请。啊，请。恭送各位大人。哦，二位起来吧。是，谢大人。孙掌柜，啊，你可要好自为之啊！是，请大人放心。走吧。这个春香真是个祸根。当时我就说不要让他进门，可你就是不听。怎么样，惹出祸来了吧？上梁不正下梁歪。你说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，哼！你以为人家衙门真的相信你刚才说的那些话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还记得我刚刚跟你说的那把钥匙吗？怎么样？人家衙门怀疑那把钥匙是你的，而春香是从你手里偷走的钥匙，所以，我告诉你，别以为你干的那些丑事别人都不知道，你呀，哼，希望。孙掌柜，几位官爷，他肯定是到常妈妈家中。走。
这就是虚。这就是常妈妈家，我早就怀疑是这个老钱婆为奸夫淫妇搭的桥。你说她，孙掌柜啊，你马上回去，不要让严氏发现啊！以后家里的事儿由你向我们报告，外面监视就由我们来负责，否则一旦打草惊蛇，反为不美。快回去吧！你看，快回去吧！张环，你还是回到孙喜旺家守候，我和吴头在这看着，看看有什么动静。好。跟上，看看他要去哪儿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河源，是城中大盐商何武奇的家。我留在这儿继续监视，你马上回去报信。是。来了，请进。先生，怎么样，县令大人，是不是严氏那边有什么动静了？正是。吴头，你说说吧。大约1个时辰前，严氏跑到2条街外的一户人家，站在门口与里面的人说了些什么。据孙喜旺指认，这家主人姓常，人称常妈妈。他怀疑就是这个常妈妈为严氏与奸夫搭的桥。果然，不一会儿，常妈妈便跑出家门，到了县城东南角的河源。河源，河源是什么地方？河源就是何武奇的家。哦，常妈妈跑到何武奇家中。先生，您这招敲山震虎果然奏效。我想，那个奸夫一定就是何宅中的某一个人，而今夜严氏的举动，便是请那个常妈妈前往何宅给奸夫报信。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，而且我可以断定，那个奸夫定然是何宅中很有势力的人物。哦，为什么？今天下午，我们曾经看到，在搜查春香的住处之时，找到了2罐食盐，还有很多金银首饰以及银锭，是严氏为了封住春香的嘴，暗中送与他的。不错，虽然严氏矢口否认，但那只不过是欲盖弥彰。那些金银不是他给的，又是从何而来呢？是啊，就凭春香一个下人，他到哪儿去挣下这许多金银呢？那么这些东西又是谁给严氏的呢？这个问题现在可以回答了，定是那个奸夫所赠。一语中的。你们想一想，如果此人不是何宅中很有势力的人物，他怎能出手如此阔绰，又怎能将稀缺昂贵的食盐随便地送给严氏？先生，您说这个奸夫有没有可能就是何武奇？现在只能说有这个可能，欲知真相还要进一步探查。立刻拘捕常妈妈，从她口中得知真相。事不宜迟，要马上动手。什么？严氏告诉我，客房的钥匙是丫鬟春香偷走的。昨夜她与情人田六在房中幽会，不想被人杀死了。我说昨晚严氏为什么执意要换个地方见面？原来是客房的钥匙被人偷走了。现在严氏非常害怕，说衙门已经怀疑他与此事有牵连。可煞作怪，人又不是他杀的，他害怕什么？他是害怕你二人的关系暴露，一旦官府纠察起来，那就是个通奸的罪名。不但他要定个凌迟的死罪，就连五爷您……行了行了，别再说了。
哪儿跟哪儿啊？官府怎么会知道我和他私下来往呢？严氏说，衙门怀疑通衢客栈中的客房是他包下的，而且钥匙掌握在他手中，而春香只不过是将钥匙从严氏手里偷走了。那又怎么样？就算是他包的房又怎么样？有谁亲眼看到我们俩在一起了？啊？这倒是没有。这不结了吗？没有证据，衙门能把他怎么样啊？回去告诉他不要惊慌，出了事有我呢。是，我明天就把您的话转告给他。还有，告诉严氏，最近他和老爷暂时不要见面了。是。有这么严重吗？不就死个春香吗？老爷，小心无大碍，不过是几天的时间，先避避风头。罢了，就这么着吧。何静啊，给常妈妈打20两银子，送她出去。是。谢谢。老爷，刚刚您没听出来，事情可有点不对呀。哦，怎么不对？您觉得杀死春香和田六的凶手，真是冲着这2个下人去的？什么意思？您好好想一想，如果客房的钥匙没有被盗，那昨夜待在客房中的人会是谁呢？我和严氏。你是说，那个凶手是冲着我来的？难道不是吗？要杀死春香和田六那种下人，需要深夜潜入到客栈中动手吗？不拘在哪里找个犄角旮旯就把事儿给办了。老爷，依小的看，此事不简单呐。有道理。可对方会是谁呢？这世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对手盯着你，而你却看不到他。是啊，这虚城里盼着我死的人很多呀。何静啊，明天你暗中派出几个手眼灵活的兄弟，四处打探，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。只要是有一点线索，咱们就先下手为强。好，我明天一早就去办。越快越好。还有，老爷，小的想劝你一句，您和严氏的关系还是要小心为妙。刚刚常妈妈说的话很有道理，通奸在本朝是重罪，千万不要让对方在这一点上抓住咱们的空子。好了，你去吧。是。县令大人，你这阿杂的老钱婆，年逾半百，不行正道，无视朝廷教化，竟替奸夫淫妇传递消息，真是辱没节烈，无耻至极。你知道，助他人通奸，在本朝也是要判死的重罪吗？大人，老婆子无儿无女，孤苦无依。替他们传递消息，不过是想赚几文散碎银两，为自己留下个棺材本儿。求大人开恩，饶老婆子性命。我来问你，你到何宅去见谁呀？我怎么，死到临头了，还不想说实话？是，我说，去见何武奇。果然是何武奇。你对他说了什么？老婆子就将严氏对我说的那番话告诉了何武奇。那他又说了些什么？他让我转告严氏，不要惊慌，说衙门没有证据，不会把他怎么样的。
后来管家何静对我说，还是小心为是，因此让我告诉严氏，最近几天先不要与何武奇会面了。何武奇与严氏是怎么认识的？这老婆子就不知道了。老婆子只是替他们跑跑腿儿，送送信儿。哼，事到如今，你竟还在这里狡赖推诿，不肯食言。何武奇与严氏就是在你的撮合之下勾搭成奸的。怎么，你还不说实话吗？是，我说，老婆子与孙喜旺之妻严氏非常要好。孙喜旺出门做生意的时候，严氏便经常到我家中与我一起做绣活。几个月前的一天下午，严氏在我那儿做完绣活回家。常妈妈，改天我再来你这儿做绣活。行，有空就来。好啊，不送了啊。这位妈妈，哟啊，何五爷，有几句话想和妈妈说一说。哎，快请进，快请进，请。五爷，喝水。常妈妈不用忙了，我是想问一问，刚刚离开的那位小娘子是哪一家的？啊，是2条街外孙喜旺家的。看来她与妈妈极是熟悉呀。是啊，她丈夫不在时，她经常到我家来。常妈妈，有话我就直说了。五爷，请讲。前些日子我到卧虎镇办事，恰巧遇到了这位小娘子。就好玩，喜旺，你看这个多有意思啊！给我买一个吧。哎呀，一个糖人有什么好玩的？而且铺子里生意不好，盐价又那么贵，咱们还是能紧点就紧点啊！哎呀，一个糖人打什么紧？哎，我刚才看了，一个糖人要10几文，太贵了。我刚才买这个花了不少钱呢。我要。哎，老板，这个了。我就要这个。哎，你看这边有吃的，我去给你买啊，行吧？哎呀，高兴点儿。小气鬼。哎，这位娘子，这是送给你的。送我？啊，是这位先生买下送给你的。啊，拿着吧。行。你为什么要送我糖人？因为我喜欢呢。你真有意思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何武奇。这名字也挺有意思的。你有武器，都是些什么呀？以后再告诉你。小娘子，听你的口音，好像是盱眙人呐。正是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家住哪里？为什么要到这卧虎镇来呀？我娘家姓严，名叫小玉，家住在盱眙城里的柳条巷。我随丈夫到这里来卖布的。哎，我丈夫来了，他可是个醋坛子。我走了。哎。回到盱眙后，我派人在柳条巷等了好几个月，今天才见他露面。真没想到何五爷还是个多情人呐。自从见到他，我这心里就放不下呀。今天我来到这里，就是想请妈妈从中撮合，促成我2人的好事。这是一点心意，事成之后还有重谢。好。于是我暗中替2人安排，这2人一拍即合，从那儿开始便如胶似漆，经常暗中幽会。刚刚你说何武奇是在一个叫卧虎镇的地方办事，遇到严氏的？是，何武奇亲口对我说的。将这老钱婆押到隔壁房中暂候。是。走。
走。卧虎镇，卧虎镇。先生，您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，想起了一些别的事情。哦，先生，奸夫果然是何武奇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要不要以通奸罪先将其拘捕，进行拘问？这样做是不会有结果的。首先，就本案来看，何武奇只是一条重要的线索，而不是嫌疑人。我们调查他与严氏的关系，是为了找出通衢客栈命案的真正杀人凶手。因此，对何武奇只能暗查，不可打草惊蛇。如果现在将长婆逮捕入狱，定会惊动何武奇，后面的事就不好办了。不错，我看这样，将长婆暂留家中，一方面对他小以利害，如果发现何武奇与严氏有异常动向，立刻向衙门禀报。另外一方面，派人严密监视其家，一旦发现他要逃走或有可疑举动，立刻抓捕。好，接下来就要看我们怎样对何武奇下手了。先生，何武奇可不比孙喜旺，他在盱眙城中势力极大，不是个好惹的人物。平时就连下官也要让他3分。先生，若说帮忙，你已经竭尽全力，温卿足感盛情。依下官看来，此案是一潭浑水，您还是别再往深处趟了，搞不好会惹祸上身的。县令大人，我要是怕惹祸上身，从一开始就不会帮你。现在我们已经趟进了浑水潭中，要想回头，也已经为时太晚了。我看得出来，您几位绝不是普通的商人，到盱眙也不是为了做买卖。虽然下官现在还说不出您的身份，但我已经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。待时机到了，我会亲口告诉你。说吧，先生，您下一步要做什么？我要进入河源，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。您说什么？进入河源？正是。只有打进河宅，潜伏在何武奇身边，才有机会相机行事。可这太危险了，万一……我意已决。县令大人，我只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请你帮我查清何武奇经常在什么地方活动。日前，借卧虎庄庄主葛天霸飞鸽传书，由北沟大仓运往卧虎庄的最后一批食盐，为人所劫。什么？盐船被劫了？此事颇为蹊跷。葛天霸威震淮北，在他的家门口，竟然有人公然行劫。此事实在是令人不解呀。你说呢？宗主，世事难料，也许有另外一股势力觊觎淮北严氏，这也未可知。葛天霸是你爹，你这是在为他开脱吗？属下不敢。此事事关重大，本尊要亲自去一趟卧虎庄。宗主，崔亮、吴文登、杨九成在门外等候，叫他们进来。是。参见宗主。怎么样？最近狄仁杰有什么动静？宗主，非常奇怪，
最近一段时间，扬州城中异常平静，没有任何风吹草动。哼，你们倒是放心得很。宗主，这是何意？想知道你们的处置使大人现在哪里吗？他不在扬州。哼，他现在盱眙县中查查思言的下落。什么？他在盱眙？正是。我看他现在离真相已经不远了，你们兀自被蒙在鼓里。宗主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哼，狄仁杰孤身犯险跑到了盱眙，而他的大队卫士却留在了扬州。你们说，这是不是个好机会啊？好机会？宗主，您的意思是？在盱眙除掉狄仁杰，只要他一死，一切就都平静了。啊，宗主，狄仁杰可是当朝宰相，杀了他就意味着对朝廷宣战，请宗主三思啊！狄仁杰微服私访本身就不合定制，即使遇害，也怪不到你的头上。怎么？害怕了？啊，倒不是害怕，只是，想一想现在的形势吧。狄仁杰击破北沟大仓，跟踪运盐船队，找到了盱眙。我想，不用多久，我们就会一一暴露在他的面前。到那时，大家就只有一个下场，那就是粉身碎骨。因此，必须要在狄仁杰还没有掌握充分的证据之前，先下手将他除去。而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，只要他一死，一切便都不了了之。没有证据，没有证物，他只有带着这个秘密，住进冰冷潮湿的坟墓里。然而，一旦等狄仁杰查清楚，具折上奏，并附上证词证物，到那时再想杀他，就不如自杀了。你放心，大家坐在同一条船上，我会替你们做好一切。然而，在此事收尾之时，便要尔等出面。到时候，我会通知你们。宗主，姓狄的位高权重，你可要小心行事。整个计划已在我心中。明日一早，我便起身前往卧虎庄查盐船被劫之事。焦刚、郝强，在。你二人随我前去。是。云姑、鲍冲、龙峰，在。你三人阴潜盱眙县城，查清狄仁杰的宿处及属下人员情况，而后向我禀告。记住，绝不可轻举妄动。是。恩师啊，您叫我。曾太啊，今夜常婆子的供词当中，有一点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哪一点？卧虎镇。哦，对了，常婆子说何武奇是在卧虎镇巧遇的严氏。何武奇是盱眙城里最大的盐商，家财万贯。用文清的话说，连堂县令都要让他3分。你想一想，凭何武奇这样的身份，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竟能够让他亲自跑到偏远的卧虎镇去呢？不错，这确实有些奇怪。若说孙喜旺这种小生意人跑到偏远地区去推销布匹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
可像何武奇这等大盐商，手里握着稀缺昂贵的食盐，他根本用不着推销，便已经是供不应求了。可他竟然也跑到那种地方去，细想起来，确实有些可疑。何武奇是盐商，他出门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为了盐。您是说何武奇的私盐是从卧虎镇运来的？目前下结论还为时过早。我之所以要打入河源，就是为了查清此事。要想搞清楚横行盱眙的私盐究竟是不是杭沟副船失踪的官盐，首先就要弄清楚私盐的源头在哪里。因此，目前是个很好的机会，我们绝不能放过。不错。当然，还有发生在通衢客栈中的离奇命案。通过今晚对何武奇奸夫身份的判定，已经可以断言，杀人凶手的真正目标绝不是春香和田六，而是何武奇。而且与孙喜旺不同的是，凶手非常了解何武奇。孙喜旺跟踪的是其妻严氏，而凶手跟踪的则是何武奇。这两拨人的想法和做法可以说是异途同归，最终都落在了杀死何武奇和严氏身上。所以这两拨前来行凶的人才会发生了冲撞。然而他们却没有想到，客房的钥匙被春香偷走，进入房中的并不是何武奇和严氏。您的意思是说，那个真正的凶手杀错了人？除此之外，还能有其他的解释吗？不错。于是我们综上而述，私盐的源头究竟是不是卧虎镇？通衢客栈中杀人凶手到底是谁？他为什么想要杀死何武奇？这所有的疑问都落在何武奇一人的身上，因此一切都取决于明日的行动。恩师，你有什么想法？何武奇这种人我见得多了，欺软怕硬，只要遇到比他狠的、比他势力大的，就会乖乖地听你使唤。因此，对付他绝不能来软的，必须要硬碰硬，一次把他收服，后面的事情就都好办了。看来您已经是成竹在胸啊。曾太，站住！什么人？是我，曾泰。曾大人，张军头。立刻将2队、3队所有卫士唤醒，准备出发。是。水生，彭春的情况不太好。怎么了？又犯傻呢？我的脑海里总是出现那位老人家，我想他一定对我非常重要。也许是你的亲人，也许是你的仇人。说说你吧，我发现你真是个怪人。平常里木木痴痴的，可遇到事情却比谁都精明。不瞒你说，现在连我都有点好奇，你从前究竟是做什么的？是不是公差呀？会吗？不过你的话也有道理，我也觉得自己似乎比别人多长了一双眼睛。不管你从前是做什么的，我还是蛮佩服你的。遇到事情沉着冷静，我爹都跟你差远了。
行了，别说了，我这浑身直发冷。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人，说好也不是，说坏也不是，你去死算了。死容易，活着才难呢。你不能死。我也没想死。你死了，多孤单呢。怎么了？小气，让我靠一下也不行吗？没事。哦，曾太啊，你回来了，事情办得怎么样？都按您的吩咐准备好了，只待明日的行动。Please subscribe this channel. Below the video, please leave comment, click like and share.